来看狂怒老公或秩序老公是绝世战神，这几名黑心绑匪在深夜里将装有秦宇的麻袋给抬到了荒僻的江边桥头。好家伙，大半夜不睡觉在这玩麻袋装人的游戏，这作案手法也太复古了吧。他们一边干活一边议论着秦宇那个被称为江城第一大美人的漂亮老婆唐慕雪。反派死于话多，干着杀人的勾当还有心思八卦，也是没水了。落水后的秦宇在昏迷中突然梦见了自己的师傅，对方亲口告诉他，如今修行已经圆满。这根手指开得有点随意啊，做个梦就能修行圆满，我也想去江里泡泡。江底的秦宇猛然睁开双眼，终于回想起来，自己是因为强行修炼掩天诀而失忆了5年。5年失忆梗，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网文作者真是屡试不爽。此时那帮完成了沉江任务的绑匪刚刚收到了打款短信，并得意洋洋地准备去消费，拿钱办事，还挺讲究效率。不过这钱你们怕是没命花了。还没等他们高兴多久，身后就突然传来了一阵冰冷的声音，把这几个人吓得魂飞魄散。我就知道主角光环怎么可能轻易挂掉，惊悚片即视感来了。惊恐的绑匪老大看到原本应该死在江底的秦宇，毫发无损地站着，诈尸了。这大半夜的换谁不害怕，绑匪的内心肯定是崩溃的。这个不知死活的狗腿子嚣张地让秦宇过去给他磕头，带他去找老婆。这狗腿子脑子瓦特了吧？没看出来人家是王者归来吗？还敢这么嚣张？这个倚老卖老的吴大师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姿态，劝诫秦宇的饶人处且饶人，哪来的老匹夫，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你被沉江了还能说出这话。结果秦宇只是轻轻弹了一下手指，就用极为恐怖的真气手段瞬间废掉了这个老头，秒杀。这就是传说中的弹指间灰飞烟灭，装 X 满分。唐慕雪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迟迟未归的秦宇，而妹妹在一旁不停地泼冷水。这妹妹也是个奇葩，姐姐都快急死了，她还在旁边添油加醋。当浑身湿透的秦宇推门走进客厅时，唐慕瑶立刻大小姐脾气发作，大声质问他，这小姨子也太刁蛮了吧，姐夫死里逃生回来，连句关心的话都没有。面对小姨子的挑衅，秦宇只是冷冷地看了她一眼，这种可怕的眼神让两姐妹感到陌生，那是王者归来的眼神能一样吗？颤抖吧，凡人们！秦宇突然主动开口提出了要和唐慕雪离婚，这让一向看不起他的唐慕瑶顿时恼羞成怒。这反套路我喜欢，以前你对我爱答不理，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只要等1个月后，公司的新品顺利上市，站稳脚跟，那些想要逼他出局的人就再无办法。商战剧情预警，1个月后肯定有一场腥风血雨。时隔多年，秦宇终于回到了以前生活的老家，向邻居大婶打听起自己养父母。这男主也是个苦命娃，失忆5年，回来连养父母都没了。邻居大婶叹着气告诉他，老周两口子早在半年前就因为一场车祸双双去世了。这车祸绝对不是意外，100%是阴谋。编剧你敢不敢换个死法？万幸的是他们的女儿小童非常争气，考上了名牌大学，如今正趁着暑假在酒吧里勤工俭学。好妹妹人设上线，乖巧懂事还勤工俭学，肯定要被男主宠上天。秦宇跪倒在父母的坟前，暗自发誓一定会照顾好妹妹，并且要找出车祸凶手替父母报仇。复仇主线开启，动我家人者，虽远必诛。在路过公园时，秦宇突然看到一位老者突发重病，身边的仆人急忙去拿特制的保温杯，这偶遇太刻意了吧？老头身份肯定不简单，妥妥的宋经验来了。秦宇随口指出了这杯药茶里的好几处药性相克，直言这茶对于老爷子来说就是催命符，神医技能解锁，随便看一眼就知道药方，这外挂开的简直没边了。转危为安的老爷子感激万分，并询问秦宇的名字，得知对方就是如今失忆归来的秦宇。老爷子肯定是个隐形大佬，以后绝对是男主的强力后盾。当秦宇在酒吧找到正在打工的小童时，妹妹激动的直接扑进他怀里，哭诉这些年的不易，兄妹相认，场面感人。不过这酒吧环境，妹妹肯定要被反派盯上。看到小童要去换衣服上班，秦宇决定留在酒吧里保护她，毕竟这种高档场所向来鱼龙混杂，妹控狂魔上线，谁敢动我妹妹一根汗毛，我让她生不如死。而此时也在酒吧消费的唐慕瑶闺蜜指着远处的秦宇嘲笑她居然在这里勾搭上富婆，这闺蜜眼睛有毛病吧？那是人家亲妹妹，吃瓜吃到自己家也是没水了。此时小童在倒酒时不小心碰到了何家的大少爷何凯，对方不仅不道歉，还大声出言调戏。经典的反派调戏良家妇女桥段来了，何凯你这是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性格泼辣的唐慕瑶看不过眼，上前为何小童出头怒骂，这个为何少爷实在是厚颜无耻，小姨子这波仗义直言倒让我刮目相看，不过这嘴炮输出对反派没啥用啊。气焰嚣张的何少爷自报家门表示，
何家作为江城10大家族之一，根本不把任何人放眼里。10大家族很牛吗？在我们男主面前，连个屁都不是。何大少一听对方是唐慕雪的妹妹，反而更加兴奋，指手画脚的让手下保镖直接上去抓人。这何凯真是色胆包天，连唐家2小姐都敢动，简直是活腻歪了。在场的人在认出秦羽就是那个著名的傻子女婿后，都忍不住在一旁交头接耳的嘲笑起来。这群吃瓜群众真是狗眼看人低，等下男主发威，有你们好看的。狂妄自大的何凯根本没把秦羽放在眼里，甚至还极其粗俗的当众出言，侮辱起了唐慕雪。辱妻之恨不共戴天，何凯你完了，上帝都救不了你。身手不凡的秦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倒了保镖，并神色冰冷的让何凯立刻下跪。爽，打脸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这战斗力简直爆表。秦羽面无表情的让何凯把所有能叫的靠山都喊过来，倒要看看何家到底有什么本事。男主霸气侧漏，这是要单挑整个何家的节奏啊！秦羽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一脚踩断了何凯的腿，用行动表明自己根本不在乎，是会我宇哥。人狠话不多，这断腿的清脆声听着都觉得疼。何凯的老爹带着大批人马，风风火火的赶了过来，看到儿子的惨状后，顿时暴跳如雷，打了小的来了老的，经典套路。不过这也是葫芦娃救爷爷，挨个送死。惊怒交加的何家老爷子，竟然亲自带着家族里威名赫赫的武道供奉赶到了酒吧的包间。武道供奉听起来很唬人，估计也是来送人头的。周围的人认出这2个保镖就是威名赫赫的黑白双杀，觉得秦羽这次实在劫难逃了。黑白双杀，这名字也太土了吧！吃瓜群众的眼光从来没准过，谁能想到这2个名震江城的人际巅峰高手，居然被秦羽一招就给打得当场吐血，一招秒杀。这战力差距也太大了吧！黑白双杀变成黑白双杀了。血罗杀刚想发作，就听闻手下汇报说，江城神秘且强大的狼门昨夜已经被一个神秘人灭了。狼门被灭，这肯定是男主干的，这也太猛了吧！一夜之间灭门。看着眼前气质不凡的秦羽，血罗杀顿时面无血色。他猜测那个灭掉狼门的强者就是秦羽。血罗杀还算有点眼力见，知道惹不起这尊大神。秦羽指着瘫倒在地的何家父子，冷冷的表示，既然何大少腿断了，就让何老子代替下跪，这就叫父债子偿。哦不，子债父偿。这下何家的脸面算是丢尽了。为了讨好这位实力恐怖的秦先生，血罗杀甚至亲自将秦羽送到了酒吧门口，态度极其恭敬。酒吧老板秒变小迷妹，这反转也是够可以的，实力决定一切啊！见识到秦羽通天本领的唐慕瑶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也绝不能让姐姐跟这个厉害姐夫离婚。小姨子这见风使舵的本领也是没水了，刚才还嫌弃，现在当个宝。第二天一早，唐慕瑶一改往日的傲慢态度，亲自且极其热情地给秦羽准备了丰盛的早餐。这态度180度大转弯，真香定律成不起我。唐慕雪对妹妹态度的转弯感到困惑，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姐姐还被蒙在鼓里呢，这家里也是够乱的。与此同时，吃了大亏的何凯在家里疯狂砸东西，向老爷子哭诉一定要报仇雪恨弄死秦羽，无能狂怒。除了砸东西还会干嘛？有本事再去找男主单挑啊！何家父子甚至安排了枪手在深山老林里布下陷阱，发誓要让秦羽亲眼看着自己的妹妹死掉。祸不及家人，懂不懂？这何家父子真是丧心病狂，人渣中的极品。然而等他们埋伏好之后，却发现秦羽居然单枪匹马一个人慢悠悠地走了过来，单刀赴会。男主这胆色，这自信，我只能用牛逼2个字来形容。虽然没有如期抓到人质，但何家老爷子依旧信心十足，直接下令让周围的枪手立刻开火。老头子你还是太年轻了，真以为几把破枪就能对付男主？只见秦羽化作了一道残影，在枪林弹雨中来去自如，这把埋伏的何家人吓得肝胆俱裂，人体描边大师再现江湖。这速度子弹都追不上，这还是人吗？简直是神！在秦羽冰冷的折磨下，这名枪手吓得直接供出了何家企图埋伏杀害他妹妹的阴谋。这枪手也太怂了吧，随便折磨2下就招了，看来何家的手下都是群软骨头。在包厢里，血罗莎看着眼前一脸杀气的秦羽，心知骄横的何家这次肯定彻底从江城除名了，那是必须的，得罪了男主还想有好下场。何家准备收拾包袱滚蛋吧。不料包厢大门被踹开，江城恶霸风云帮的葛全带着手下闯入，出言挑衅血罗莎，又来一个不怕死的，这反派是一波接一波啊，赶着去投胎吗？这个嘴欠的家伙甚至还调侃秦羽是血罗莎包养的小白脸，满嘴说些极其难听的脏话，小白脸，你这眼神的去治治了，人家可是能单枪匹马灭门的大神。秦羽一脚踩在葛全脸上，冷冷警告他，如果敢再多说一个废字，就让他今天横着从这里出去。霸气反击，
这种嘴欠的人就该狠狠教训一顿，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丢了面子的葛全灰溜溜地跑回去向帮主哭诉，而帮主大怒，是要查清秦羽到底是什么来头，又是一个惹不起的大佬，风云帮也要凉凉了。而秦羽正悠闲地在古玩摊子闲逛，发现了一块蕴含真元的吊坠，并向老板询问起价格，这是开启捡漏副本了吗？看来这吊坠是个宝贝啊！一番极其拉扯的砍价之后，老板实在拿这个年轻人没有办法，最终只得以几百块成交。砍价高手，几百块买个绝世珍宝，这波血赚。任天红的手下在旁狐假虎威地警告秦羽，拿着钱赶紧滚蛋，别在这里自寻死路，又来个找事的。这古玩市场真是不太平，这些小喽啰怎么总是不长眼呢？正当双方剑拔弩张之时，被秦羽救过命的顾老爷子在众人的簇拥下走了过来，救星来了。老爷子出场自带 BGM， 这气派一看就是个大腕。听到顾老爷子自曝是精灵顶级顾家的人之后，任天红当场吓得双腿一软，险些跪在地上，这就怂了。刚才的嚣张气焰哪去了？真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与此同时，巡捕司的罗队长亲自带队在现场勘查，对石头能击穿子弹一事感到极其疑惑。这案发现场够诡异的，罗队长你还是别查了，这已经超出了你的认知范围。唐氏集团内秘书急匆匆向唐慕雪汇报说，新品发布会的医药核心数据突然出现了致命问题，商战风云再起。这内鬼也太明显了吧，肯定和反派勾结了。唐慕雪震惊之余，瞬间意识到公司内部绝对是有内鬼想，不顾一切地逼迫自己交出权力。总裁不愧是总裁，智商在线，一眼看穿阴谋。此时公司的内鬼唐启明和堂兄唐斌正聚在密室中，向郑大少汇报这件卑鄙阴谋。果然是这俩货，吃里扒外的东西，唐氏集团迟早败在他们手里。当听到唐斌说那个被装进麻袋沉江的傻子居然还活在世上时，郑敬辉的脸色顿时一沉，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们的死对头又回来了，准备颤抖吧。在别墅里，唐慕瑶悄悄跑到秦羽身边，打探起他对姐姐的看法，并且十分关心两人的关系。这小姨子还当起红娘了，这是药神助攻的节奏啊！就在这时，疲惫不堪的唐慕雪回到了家里，心烦意乱的她将自己关进房间里，不想见任何人。遇到这么大危机，也难怪总裁会崩溃，男主该出场安慰了。唐慕雪向妹妹透露，是公司的新品出了极大的问题，这对自己来说几乎相当于灭顶之灾，这可是关系到公司存亡的大事啊！不过不用怕，有你老公在。秦羽提出，如果唐慕雪愿意下楼吃早餐，他有办法可以帮唐慕雪完美解决新品的问题。男主治疗妹技能满分啊，用解决问题来换老婆下楼吃早餐，高。下楼的唐慕雪也觉得秦羽是在开玩笑，表示除非有神迹发生，否则公司这次是必败无疑。老婆大人，你还是太低估你老公了，他就是创造神迹的那个人。秦羽自信地表示，这份新配方不仅没有任何隐患，甚至还能将药物效果提升10倍，这也太夸张了吧？提升10倍效果，这是仙丹吗？突然前来看笑话的堂兄唐斌推门而入，虚情假意地询问新品评估失败后需不需要帮忙。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货就是来落井下石的。唐少回家也跟父亲商量，唐慕雪死定了，有郑少撑腰，一定要把总裁位置夺过来，白日做梦。有男主在，你们的阴谋怎么可能得逞？第二天早上，秦羽在客厅里看着练习瑜伽的唐慕雪那完美身材，让人大饱眼福。大早上的就发福利，这波狗粮我吃了。唐慕瑶笑嘻嘻的在一旁打趣秦羽，表示想要追求姐姐，这瑜伽课就是最好的切入点。小姨子这助攻真是给力啊！然而唐慕雪却带来了坏消息，表示家族为了夺取控制权，临时通知下午召开家族会议，鸿门宴啊！这帮人为了夺权，真是脸都不要了。鬼灵精怪的唐慕瑶又在一旁出馊主意，说如果新品研发成功了，就让姐姐当众亲姐夫一下。这主意好，这福利必须安排上。两姐妹带着秦羽刚来到会议室门口，就被二叔一顿训斥，大骂秦羽是来添乱。这二叔也是个不识好歹的，等下看男主怎么打你的脸。唐斌一边推开会议室的门，一边极尽羞辱之词，甚至嘲讽秦羽的出现会不会拉低平均智商，这嘴也太欠了吧，等下看你的智商怎么被按在地上摩擦。会议开始后，堂兄迫不及待地指责唐慕雪新品失败，给家族利益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这恶人先告状的本事真是炉火纯青。唐少以此为借口，当众逼迫唐慕雪引咎辞职，交出总裁的职位，让有能力的人来打理，图穷匕见了吧？这帮人就是冲着总裁位置来的。秦羽也忽然站出来，语气平静地表示自己愿意代表唐慕雪为新品发布会做出担保。男主霸气护妻，这气场简直1.8米，帅炸了。
整个会议室顿时乱成了一锅粥。被打断牙齿的唐斌捂着脸开始向主位上的老太太哭诉，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活该被打掉牙。唐慕雪没有被他们的气势吓倒，反而当众宣布秦宇是自己丈夫，完全可以代表自己，护肤狂魔上线。这狗粮撒的，让这帮亲戚羡慕嫉妒恨去吧。看到唐慕雪居然自寻死路，老太太顺水推舟的定下了，如果失败就必须滚出唐家的赌约。这老太太也太偏心了吧。等男主成功了，看你怎么收场。散会后，唐母私下里严厉的警告唐慕雪，无论如何也绝对不能对秦宇这个穷小子动真情。丈母娘，你这眼光真差，这可是隐藏的真龙啊。与此同时，唐斌父子在密室里正得意洋洋地商量着下一步该如何接管整个唐氏集团。笑吧笑吧，现在笑得多开心，以后哭的就有多惨。这天傍晚，秦宇来到了妹妹小彤的住处，并且带回了许多美味的饭菜，准备和她一起吃，温馨时刻，这才是猛男该有的柔情。餐桌上，小彤突然好奇地问秦宇，这么多年来在外面有没有找到关于亲生父母的消息？身世之谜又要揭开了吗？这男主到底是什么背景？沉默了片刻后的小彤突然低声对秦宇说，他怀疑养父母的那场车祸绝对不是意外，我就说嘛，这车祸肯定有猫腻。小彤回忆起在车祸发生前的一段时间里，父母的行为举止就显得极其的反常和不安，看来父母早就预感到了危险，这背后的水很深啊。就在秦宇送妹妹上班后，在路上突然被一个打扮的花里胡哨的女人给开口拦下来，这是哪来的妖艳贱货？估计又是来找虐的。冉姨虚情假意的表示可以介绍秦宇去她男朋友的公司里去当一个扫地打杂的勤杂工。这女人也太势利了吧，这优越感是哪来的？冉姨向秦宇炫耀起他们刚才吃了一顿数万块的豪华法餐，笑话秦宇这辈子都吃不起，几万块的法餐就让你飘成这样了，真是没见过世面。进入全场后，冯志轩摆出一副老江湖的姿态，教训秦宇这里进出的都是千万级别富豪，千万富豪算个屁啊，在男主面前都是弟弟。此时一个大腹便便的潘总走了过来，由于大厅里没有座位了，冯志轩急忙上去巴结，这趋炎附势的样子真是让人恶心，典型的势利眼。为了讨好这位身价过亿的潘总，冯志轩直接走过来，语气霸道的命令秦宇赶紧让座，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命令男主，等下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正当冯志轩准备叫保安将秦宇轰出去时，江城著名的投资大佬曹公子也走进了大厅。这曹公子出场还挺有气派，估计也是来给男主撑场面的。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曹公子一路小跑来到秦宇面前，哈腰行礼恭敬尊称秦少大跌眼镜了吧？投资大佬都要对男主点头哈腰，这才是真大佬。曹公子听到这两人敢羞辱秦少，顿时大怒，转过头恶狠狠地让这两个狗眼看人低的家伙立刻滚。这波打脸太爽了，狗眼看人低的家伙就该是这下场。欢迎订阅，下集更嗨。